大家好，我是咪咪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要来做吃起来口感非常绵密的蜂蜜蛋糕。今天准备的模具是15乘15公分的这种活底模型。我们先来帮它敷烘焙纸。是一张稍微大一点的烘焙纸，然后沿着它的这个直角的地方，这样子直切2条线，然后把它沿着边边折起来。因为烘焙纸的宽度不够的关系，所以有一边会比较短。那今天我们要垫2层，让四周的烘焙纸都是这样子高过一点模具的状态，才不会在烘烤的时候烘焙纸塌下来，让表面不太好看。今天这个配方不需要使用木框或是白报纸，使用这种一般的金属模型就可以了。边缘这种翘起来的地方，可以在纸上涂一点奶油，然后先拿一个夹子把翘起来的地方夹起来。准备好之后，先放到一旁。今天我们需要准备3颗鸡蛋，先把蛋白跟蛋黄分离。蛋白我们先放到冰箱冷藏。分完蛋之后，我们先来制作蜂蜜蛋糕的蛋黄面糊。需要的材料有刚刚准备的3颗蛋黄，以及白米粉70公克、牛奶35公克、蜂蜜30公克、无盐奶油25公克。先把奶油还有蜂蜜倒进牛奶盆里面。接着我们把它移到瓦斯炉或是用微波炉加热，让里面的东西融化，充分的混合均匀。充分融化之后，先把刚刚准备的粉类加到碗里拌匀。像这样子结块是正常的。把蛋黄给加进来，继续搅拌，它就会变成滑顺的状态。我们需要搅拌到没有干粉跟颗粒感为止。我会再加一点香草籽酱当做提味，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省略。面糊像这样子拌匀之后，可以看到它会呈现这样子很稀的状态，可以很顺利的从打蛋器上流下来。我们先放到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来打蛋白霜。需要准备细砂糖30公克，以及冰蛋白3颗，还有白醋需要1小匙，用来稳固蛋白霜。这个时候可以先顺便去预热烤箱，先把蛋白用低速打到有大的鱼眼泡泡，像这样子有大泡泡的状态，再把砂糖一次加入。先用低速拌匀，拌匀之后用中速打到湿性发泡。像这样子底部有一些挺呈现弯钩的状态，就是湿性发泡。拿出刚刚准备好的蛋黄糊，再稍微搅拌一下。挖1/3的蛋白霜到蛋黄碗里面，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，再倒回蛋白盆里。再继续的搅拌均匀。
都搅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填入模具。那今天要使用水浴法，所以在活底膜外面记得先包一层烘焙纸，避免进水。混合好的面团会很像丝带般的状态。我们把这个蛋糕稍微抖一下，让表面平整。在烤盘上倒上1杯热水，我们要用170度烤15分钟，再用180度烤5到8分钟。蜂蜜蛋糕出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先脱模放凉。把它给这样子倒扣，它的正面才会比较平整。烘焙纸先不要丢掉，把它盖起来，直到它放凉为止。蛋糕放凉之后，我们先把它不太好看的蛋糕边切下来，再取一块保鲜膜把它包起来，放到冰箱冷藏，最好是冷藏到隔夜。刚烤完的蜂蜜蛋糕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切边，吃起来是比较干的。那等到冷藏1夜之后，它会变得湿润，蜂蜜的味道也会更加的突出。现在蜂蜜蛋糕已经冷藏完1个晚上了，把它打开来看看成果。切一小块来试试看看。蜂蜜蛋糕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是非常细致的感觉，捏起来稍微有一点硬，压下去会有一点点回弹。这个蛋糕它的蜂蜜香气十足，糖分的部分我已经是有做成减糖的版本，搭配红茶非常适合当成下午茶的点心。如果不吃的话，记得再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放在冰箱大约可以冷藏3天。放的时间越长，它会慢慢的变硬，口感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。我有把传统蜂蜜蛋糕的做法简化一些，没有使用到布框或是白报纸。那因为米粉本身比较不吸水，所以我是采用水浴法，希望可以增加它的湿润感和绵密度。如果你也喜欢制作无麸质的点心，欢迎点击我的头像观看更多的影片内容。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